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你看他那样子，一副刚毕业的学生模样，还想竞争总监，真是笑话。肖雨薇轻蔑地用手指向远处正在整理文件的林修远，一边对身旁的同事低语，一边掩饰不住眼神中的不屑与敌意。我可是董事长的表妹，这个位置非我莫属。别看他现在表现得多么谦逊，谁知道背后有什么心思？我已经看透他了，等着瞧吧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林修远站在卓越科技大楼前，深吸一口气，握紧了手中的简历。阳光透过玻璃幕墙，在他脸上投下斑驳的光影，映衬出他坚毅的轮廓。这家科技公司是他精心挑选的目标，简历中的每一项经历都经过精心设计。前台小姐热情地为他递上访客登记表。您好，请问是来应聘的吗？林修远微笑点头。是的，市场部专员的职位，我有预约。他快速查看电脑。林修远先生，是的，陈楠经理正在等您，请跟我来。走在宽敞明亮的走廊上，林修远暗自观察着公司的每一个细节。墙上挂满了各种奖状和证书，宣告着卓越科技的辉煌过去。陈楠是一位40出头的女性，穿着干练的职业套装，眼神锐利如鹰。林先生，您的简历很出色，北大市场营销专业，成绩优异，为什么选择我们公司？他单刀直入。林修远早已准备好答案。卓越科技在行业内的创新精神令我敬佩。我研究过贵公司的产品线和市场策略，相信这里能让我的能力得到充分发挥。陈楠若有所思地点头。听起来你做了不少功课，不过理论和实践往往有差距。如果遇到强势的同事或上级，你会如何处理？他锐利的目光直视林修远。林修远迎上他的目光。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，团队合作最重要。即使遇到分歧，我也会尊重对方立场，寻求最有利于公司的解决方案。陈楠的嘴角微微上扬，很圆滑的回答。不过我喜欢你的态度。面试持续了近2小时。林修远对每个专业问题都对答如流，展现出超乎寻常的洞察力。结束时，陈楠站起身与他握手。林先生，坦白说，你的能力似乎过于优秀，市场专员可能无法满足你的发展。林修远平静地回应，每个人都需要从基层做起，我不急于一步登天。走出公司大门，林修远步入一辆低调的黑色轿车，面庞变得冷静而沉稳。爷爷，面试很顺利，他们看起来很缺乏专业人才。他拨通电话，语气中带着成熟的判断。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威严中透着慈祥的声音：不要急于下结论，慢慢观察，记住你的任务。林修远点头，我知道，我会保持低调，全面了解这家公司的真实情况。3天后，林修远收到录用通知，他平静地接受了这个消息，仿佛早已预料。入职当天，他穿着简单的衬衫和西裤，刻意选择了最普通的着装。人事部为他安排了一个角落的工位，视野却能够观察到整个办公区域。新来的，我是王明辉，市场部老员工了，有什么不懂的可以问我。一个戴着眼镜的年轻人主动伸出手。林修远微笑握手，谢谢，初来乍到，还请多多指教。王明辉压低声音，给你个提醒，我们部门最近有点特殊，市场总监退休了，高层正在物色接班人。
林修远点头表示理解，所以大家都在竞争这个位置，理论上是，不过实际上，王明辉欲言又止，目光飘向门口，一位穿着昂贵套装的女性推门而入，高跟鞋敲击地面的声音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。她身上散发着一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，目光扫视全场，最后落在林修远身上。新面孔，他走进林修远的工位，居高临下地打量着他。林修远起身礼貌地伸出手：“您好，我是林修远，今天刚入职。”他轻蔑地瞥了一眼，没有接林修远的手。肖雨薇，记住这个名字，很快我就是你的直接上级了。林修远保持微笑，手自然地收回。肖小姐好，期待在您的领导下学习成长。肖雨薇冷哼一声，转身走向最大的那间独立办公室，那是总监办公室，一直空着，不过我已经在用了。王明辉在他走后小声解释，她是董事长赵天成的表妹，上周刚来，据说是专门为总监位置安排的。林修远若有所思，看来这个位置已经内定了，差不多吧，谁敢跟董事长的亲戚竞争？王明辉叹了口气，我们只是普通员工，明哲保身最重要。林修远笑了笑，做好自己的工作就是了，权力斗争不是我们该关心的。午餐时间，林修远正在整理手上的市场报告，肖雨薇突然出现在他的工位前。新来的，听说你是北大高材生？他的声音带着一丝试探。林修远合上文件夹站起身，是的，肖小姐有何指教？别叫我小姐，叫我肖总监。虽然还没正式任命，但很快了，他自信满满地说。林修远不卑不亢，在正式任命前，我还是称呼肖小姐比较合适。肖雨薇的表情一僵，显然没想到这个新人敢于顶撞他。记住你的位置，林修远。他转身离开时，故意碰倒了林修远桌上的水杯，水洒在了刚整理好的文件上。林修远面无表情地拿起纸巾，一点一点擦拭着被打湿的文件。王明辉匆忙拿来更多纸巾帮忙，这女人太过分了，你没必要惹她。林修远平静地继续擦拭，没关系，这点小事而已，不值得生气。你这个人真奇怪，换作是我早就发飙了。王明辉好奇地看着他，林修远微微一笑，生气解决不了问题，我更关心如何补救这些文件。下午，部门召开会议，讨论下个季度的市场推广方案。肖雨薇理所当然地坐在主位，指挥大家发言。今天主要听取各位的初步想法，最终方案由我整合提交。各位同事轮流发言，大多是些中规中矩的常规方案，没有太多创新点。轮到林修远时，肖雨薇挑衅地看着他：“新人，有什么高见吗？”林修远从容不迫地站起身，将准备好的企划书分发给每位同事。我对公司现有产品线做了详细分析，发现我们在年轻用户群体中的渗透率偏低，建议下季度重点发力社交媒体营销，采用数据驱动的精准投放策略。他条理清晰地展示了一套完整的数字营销方案，引用了大量一手市场调研数据。会议室里的同事们纷纷低头翻阅，对这份详尽的分析报告感到惊讶。肖雨薇脸色逐渐阴沉，猛地拍桌打断：“这些花哨的理论在学校里或许有用，但实际市场不是这样运作的。我们公司一向采取传统渠道为主，这是董事长认可的策略，不需要随便改变。”林修远不卑不亢，
传统确实值得尊重，但数据显示消费者行为正在快速变化，如果不与时俱进，我们将面临市场份额下滑的风险，这是数据告诉我们的事实。肖雨薇被当众质疑，面子挂不住，语气越发咄咄逼人。你刚来就指手画脚，对公司了解多少？还是说，你觉得自己比在座的每一位都专业，甚至比董事长还懂市场？会议室气氛顿时紧张起来，所有人都不敢出声，等待着林修远的反应。林修远微微一笑，我没有这个意思，只是提供一个参考方案，决策权当然在领导手中。如果我的发言冒犯了肖小姐，我在此道歉。他的语气诚恳，却丝毫没有退让的意思。肖雨薇死死盯着他几秒钟，突然笑了，算你会说话，不过提案还是按老规矩来，这次的推广方案我会亲自负责，你们做好辅助工作就行。他傲慢地宣布，强行结束了讨论。会议结束后，同事们三三两两离开，不少人向林修远投来钦佩的目光。王明辉拉住林修远，兄弟，你今天太勇了，不过这样做等于直接和肖雨薇结下梁子。林修远轻松地耸耸肩，我只是就事论事，无意与任何人为敌。你不了解他的厉害，他可不是好惹的。王明辉忧心忡忡，林修远平静地收拾着文件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处事原则，我不会因为对方强势就放弃自己的专业判断。接下来的日子，肖雨薇对林修远的针对变本加厉，处处刁难。重要会议故意不通知他，关键资料故意不共享，甚至在其他同事面前贬低他的工作。林修远始终保持冷静，通过自己的渠道获取信息，依靠过人的能力完成每一项任务。他的工作质量始终保持在高水准，为客户创造的价值得到了市场部内外的认可。1个月后，公司接到一个重要客户的项目需求，客户是行业内的领军企业。肖雨薇在部门会议上宣布，这个项目由我亲自负责，对我们公司至关重要。林修远，鉴于你平时表现出的专业能力，你负责数据收集和初步分析。他特意在专业能力上加重语气，满是讽刺。林修远点头应下，我会尽力完成任务，不辜负肖小姐的信任。肖雨薇冷笑一声，周5前交初步分析，别让我失望。林修远比预期提前1天交付了报告，内容极为详尽，不仅完成了基础数据分析，还附带了一套完整的营销策略建议。肖雨薇看完报告，脸色阴晴不定，我只让你做数据分析，谁让你擅自规划策略了？林修远平静地回应，数据本身没有价值，只有转化为策略才能帮助决策。如果越界了，您可以选择不采纳那部分内容。我只是想尽可能提供帮助。肖雨薇盯着他看了几秒，突然笑了，你很聪明，林修远，但聪明过头不是好事。你的分析我会参考，但最终方案由我决定，明白吗？林修远点头，当然，您是项目负责人，决策权在您手中。项目汇报当天，肖雨薇自信满满地向客户展示他整合的方案。方案中多处采用了林修远的建议，但被他完全据为己有，甚至没有提及团队贡献。更令人担忧的是，他擅自修改了关键数据，使项目预期效果看起来更加乐观。客户方的市场总监皱眉打断，肖小姐，这组转化率数据似乎过于乐观，有实际案例支持吗？
肖雨薇一时语塞，支支吾吾地解释：“这是我们基于过往经验的预估。”客户总监摇头：“没有数据支撑的预估等于空谈，我们需要看到可靠的分析和论证。”会议室气氛凝重，卓越科技的其他高管面面相觑。眼看项目即将泡汤，林修远这时轻轻举手：“抱歉打断，我有一些补充数据，或许有助于解释这个问题。”董事长赵天成点头允许。林修远，请说。林修远从公文包中取出一份文件，向在场所有人展示了一套更为严谨的数据分析。我们确实无法保证如此高的转化率，但可以通过 B 测试逐步优化，控制投资风险。从这组历史数据可以看出，即使采用保守估计，项目回报率仍然很有吸引力。他专业而诚恳的讲解，让客户的态度逐渐软化，最终决定继续合作。会议结束后，肖雨薇把林修远叫到角落里，咬牙切齿：“你是故意在客户面前抢我风头？”林修远摇头：“我只是不想看到项目失败，毕竟这关系到公司利益。如果让你难堪了，我道歉。但数据造假是市场工作的大忌，会损害公司信誉。”肖雨薇冷冷地盯着他：“林修远，你别以为客户喜欢你，就能在这公司站稳脚跟。记住，这里是谁说了算，你只是一个普通员工，随时可以被替换。”林修远迎上他的目光：“我很清楚自己的位置，也知道什么是职业操守。希望肖小姐记住，真正决定一个人价值的，不是职位高低，而是能为公司创造多少实际价值。”肖雨薇气得脸色铁青，转身离去，高跟鞋在地板上敲出愤怒的节奏。董事长赵天成却悄悄将林修远叫进了办公室：“今天多亏了你，不然这个客户可能就丢了。”林修远谦虚地回应：“这是我应该做的。”赵董。赵天成审视着眼前这个年轻人：“你有能力，也有担当，不过在公司里，有时候能力不是最重要的。肖雨薇是我表妹，脾气是有点大，但人不坏，你以后多包容她一些，好吗？”林修远恭敬地点头：“我明白，会尽力配合肖小姐的工作。”离开董事长办公室，林修远的神情变得深沉，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光芒。办公室里，他收到了王明辉发来的简讯：“兄弟，今天太帅了，不过肖大小姐估计要发飙了，小心点。”林修远微微一笑，回复道：“无妨，真理越辩越明，良药苦口利于病。”果然，从那天起，肖雨薇对林修远的刁难更加明显，甚至开始散布谣言：“听说了吗？那个林修远据说背景不简单，可能是竞争对手派来的。他在茶水间对同事们暗示，他那么积极表现，肯定别有用心，大家最好少跟他交流，小心被利用。”这些话很快传遍整个部门，不少同事开始刻意疏远林修远。林修远对这一切视若无睹，依然专注工作，保持低调。他注意到公司内部存在诸多管理问题，员工流动率高，创新不足，市场反应迟缓。每晚回到住处，他都会详细记录当天的观察，并发送加密邮件给一个特定的地址。公司表面光鲜，内部空虚，管理层决策效率低下，人才严重流失。他在报告中写道：“肖雨薇案例典型地反映了公司用人为亲不为贤的问题，这也是业绩下滑的重要原因之一。2个月后，公司一份重要的客户资料突然丢失，
恰好是林修远负责的项目。肖宇威立即召开紧急会议，当众指责林修远玩忽职守，这是严重的工作失误，可能导致公司重大损失，建议立即对林修远进行处分，调离重要项目组，甚至应该考虑是否适合继续在公司工作。会议室里鸦雀无声，所有人都看向林修远，等待他的辩解。林修远从容不迫地打开笔记本电脑，巧合的是，我昨晚做了一份备份，存在我的私人邮箱里。虽然这不符合公司规定，但考虑到项目重要性，我认为多一重保障总是好的。他调出完整的项目文件，甚至比原始版本更加完善。肖宇威脸色铁青，哑口无言。林修远并没有借机发难，而是平静地说，这可能是系统故障导致的，建议公司加强数据安全管理。我愿意协助 IT 部门排查原因，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。董事长赵天成看着这一幕，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神色。会议结束后，他把肖宇威叫到办公室，宇威，你是不是对林修远有些过于苛刻了？肖宇威不服气，叔叔，他明显是想跟我争总监位置，处处与我作对。赵天成叹气，市场部需要人才，林修远确实很优秀，你应该学会用人之长。总监不仅要有能力，更要有胸怀，能团结各方力量，为公司创造价值。肖宇威不甘心地咬着嘴唇，我会证明自己比他更适合这个位置的。与此同时，林修远正在与王明辉喝咖啡。兄弟，你太沉着了，换作是我，肯定会趁机反击肖宇威。王明辉感叹道。林修远微笑，明辉，在职场中，敌人太多是件麻烦事，而朋友却永远不嫌多。肖宇威有他的长处，只是太着急证明自己，方法不当而已。王明辉摇头，你这心胸真不是一般人能比的。林修远目光深远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处事原则，我只做我认为正确的事情。周五下午，公司突然召开全体员工大会，董事长赵天成亲自主持。各位同事，有个重要消息要宣布。赵天成神情严肃，韩氏集团有意向我们公司投资，下周一会派代表团来考察，这关系到公司未来发展，请各部门做好准备，尤其是市场部，要展示我们最好的一面。会场瞬间沸腾。韩氏集团是国内顶级投资机构，若能获得其投资，公司将迎来质的飞跃。肖宇威立即在会后召集市场部开会，发号施令，这次考察由我全权负责，各位必须全力配合。林修远，你负责整理过去3年的销售数据，周日前交给我，不要参与方案制作和汇报。他特意看了林修远一眼，眼中满是得意。董事长特别交代，这次汇报由我来做，这是对我的信任。林修远平静地接受了安排，我会准备好销售数据，祝您汇报顺利。周末2天，整个市场部都在加班准备，林修远也不例外。他不仅完成了数据整理，还暗自分析了公司经营状况，发现了许多长期被掩盖的问题。深夜，他发出了一封加密度极高的邮件：爷爷，韩氏代表团将由您亲自带队，是否妥当？回信很快到达，时机已成熟，是时候揭开这场戏的最后一幕了。周一上午，韩氏集团的代表团准时抵达，由董事长赵天成亲自迎接。代表团领头的是一位头发花白的老者，气度不凡，
目光如炬，正是韩氏集团的创始人韩瑞安。赵董事长，好久不见。韩瑞安与赵天成握手，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神色。赵天成显得格外热情。韩总，您亲自来视察，我们卓越科技蓬荜生辉啊！肖雨薇早已精心打扮，站在董事长身边，不失时机地介绍自己。韩总您好，我是市场部肖雨薇，将为您做详细汇报。韩瑞安微微点头，目光却扫过人群，似乎在寻找什么。林修远站在人群后方，刻意降低存在感，但眼中闪过一丝微妙的神色。代表团首先参观了公司设施，随后进入会议室听取汇报。肖雨薇站在投影幕布前，光彩照人。尊敬的韩总，接下来由我为您详细介绍卓越科技的市场布局和未来规划。他的演讲准备充分， PPT 制作精美，展示的数据一片大好。公司似乎正处于高速发展期。韩瑞安静静听完，意味深长地问道：肖小姐，这些增长数据非常漂亮，是如何计算得来的？肖雨薇略显紧张。我们采用了行业标准的统计方法，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做了合理预测。韩瑞安点点头，预测需要基于坚实的历史数据，方法正确才有参考价值。我想了解一下你们市场部的实际运作情况，除了漂亮的数字，还有什么能说服我投资？肖雨薇一时语塞，勉强维持微笑。我们团队非常专业，每个成员都各司其职，配合默契。韩瑞安目光扫过会议室，我想听听其他员工的看法，谁愿意分享一下工作体会？会议室鸦雀无声，在肖雨薇的眼神威胁下，没人敢主动发言。韩瑞安的目光最终落在角落里的林修远身上。这位年轻人，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林修远，气氛瞬间紧张起来。肖雨薇眼中满是警告和敌意，似乎在说：你敢乱说一个字试试？林修远缓缓站起身，走向会议室前方，步伐从容，表情平静。韩总好，我是市场部的林修远，很荣幸有机会发言。他的声音清晰而坚定。肖雨薇紧张地打断：林修远，请回到你的位置，这不是你该发言的时候。韩瑞安抬手示意他安静，让这位年轻人说完。我很好奇他的看法。林修远站在肖雨薇身边，目光却越过他，直视董事长赵天成。会议室里的空气仿佛凝固，所有人都屏住呼吸，等待他的下一句话。赵董事长，我有一些不同的看法，想与您分享。林修远的声音不大，但清晰可闻。赵天成皱眉，什么事这么急？我们正在重要会议中。林修远微微一笑，声音不大，却如同炸雷般在会议室中回响。爷爷，撤资吧，这公司不行。会议室瞬间陷入死一般的寂静，所有人都惊愕地看着林修远，仿佛见到了外星人。肖雨薇脸色惨白，嘴唇颤抖，几乎站立不稳。什么爷爷？赵天成瞪大眼睛，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你说什么？韩瑞安从容地站起身，走到林修远身边，慈爱地拍了拍他的肩膀。看来你已经做出了判断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的外孙林修远，哈佛商学院 MBA 毕业。我派他以普通员工身份来贵公司实习，已经3个月了。全场鸦雀无声，所有人都震惊地看着这对祖孙，一时间难以接受这个巨大的反转。林修远转向肖雨薇，语气平静但字字珠玑：
3个月前，总监位置被抢，我没有闹，因为我要了解这家公司的真实情况。现在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爷爷，卓越科技在管理上存在严重问题，不值得投资。肖雨薇如遭雷击，双腿发软，几乎要瘫坐在地。你一直在欺骗我们。林修远摇头，我从未隐瞒自己的能力，只是没有主动公开我的身份。真正的欺骗是那些被美化的数据和被掩盖的问题。赵天成这才回过神来，脸色阴晴不定。韩老，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我和林先生素不相识，他怎么会是您的外孙？韩瑞安面无表情，没有误会。修远是我最信任的人，他的判断我一向重视。不过既然来了，还是请林修远详细说明一下你的看法吧。林修远点点头，从公文包中取出一份厚厚的报告，这是我这3个月的调查结果和分析。卓越科技表面光鲜，实际上存在3大问题：财务数据注水，人才流失严重，产品创新不足。他打开投影仪，展示了自己收集的真实数据，与肖雨薇之前的汇报形成鲜明对比。这是过去2年的实际销售数据，增长率远低于行业平均水平，有些季度甚至是负增长。这是员工离职率统计，高出行业平均水平近1倍，尤其是研发和营销等核心部门。这是产品更新周期对比，我们的新品上市速度远慢于主要竞争对手，导致市场份额持续下滑。林修远一项项列举着问题，每一点都有确凿的数据支持，无可辩驳。会议室里的气氛越来越凝重，赵天成的脸色越来越难看，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。肖雨薇彻底慌了，试图挽回局面。这些数据从哪里来的？肯定是捏造的。林修远心怀不轨，故意抹黑公司，请大家不要相信他的一面之词。林修远冷静回应，每一组数据都来自公司内部系统，我可以提供原文件以供核实，如有需要，我可以当场打开公司 ERP 系统，展示原始记录。赵天成无力地摆摆手，知道再狡辩也无济于事，不必了，我们内部会核实这些问题。韩瑞安将目光转向赵天成，老赵，我们认识30年了，没想到你会让公司变成这样。10年前我劝你接受并购，你坚持独立发展，说要做行业领袖，现在怎么沦落到靠美化数据寻求投资的地步？原来韩瑞安与赵天成是老相识，当年韩氏曾有意收购卓越科技，被赵天成拒绝。赵天成低头沉默良久，最终抬起头，是我辜负了你的期望，管理不善，用人不当，特别是为了照顾亲戚，让不合适的人担任重要职位，使公司逐渐偏离了正确的发展轨道。他说这话时，目光不自觉地瞟向肖雨薇。肖雨薇脸色苍白，被当众点名等于彻底否定了他的能力，几乎崩溃。叔叔，你怎么能这样说？我一直在为公司努力工作啊！他声音颤抖，眼中含泪。林修远适时介入，问题不在个人，而在制度和文化。卓越科技需要全面改革才有希望。肖雨薇小姐也有她的长处，如果能在合适的岗位发挥作用，相信也能为公司创造价值。他这番话既指出了问题本质，又给了肖雨薇一线希望，显示出非凡的格局与胸怀。韩瑞安满意地点点头，修远说得对，重要的是如何解决问题，
而不是追究个人责任。老赵，公司是你一手创建的，我不忍心看他就此沉沦，愿意给你一个机会。赵天成如获大赦，韩老，您的指点之恩，我铭记在心，一定彻底整改，重振公司雄风。韩瑞安沉思片刻，我会考虑小规模投资，前提是公司必须进行彻底重组，提高管理透明度。同时，我希望林修远能作为顾问，参与公司改革。你没有意见吧？赵天成连连点头，这是我们的荣幸。林先生的专业能力有目共睹，相信能为公司带来新的活力。会议室里的气氛稍微缓和，员工们交头接耳，对这戏剧性的一幕感到不可思议。肖雨薇已经无地自容，悄悄离开了会议室，脸上挂满泪痕，内心完全崩溃。会议结束后，林修远被韩瑞安叫到一旁，做得不错，比我预期的还要彻底。林修远微微一笑，谢谢爷爷的信任，这次经历对我很有价值，亲身体验基层工作，确实能看到许多高层视角无法发现的问题。你觉得这家公司还有救吗？韩瑞安问道，眼中闪烁着智慧的光芒。林修远思考片刻，技术底蕴尚在，核心团队也有不少优秀人才，关键是需要建立正确的激励机制和企业文化。如果能痛定思痛，彻底改革，还是有希望重回正轨的。韩瑞安意味深长地看着他，那个人会是你吗？你愿意留下来帮助他们吗？林修远摇摇头，我不适合直接管理，更喜欢顾问角色，可以提供专业建议，而不陷入日常琐事。何况，我们还有更重要的项目等着我去处理，不是吗？韩瑞安欣慰地点头，不错，你已经通过了这次考验，下一个挑战更加艰巨。我们明天详细讨论。晚上，公司安排了晚宴款待韩氏集团的考察团，餐桌上气氛微妙，林修远成了众人关注的焦点。曾经的同事们对他的态度瞬间转变，有人奉承他眼光独到，有人称赞他专业素养，更多的人是好奇他与韩氏集团的关系。赵天成举杯向韩瑞安致歉，多年不见，让您看到我们公司这样的状况，实在惭愧。今后我一定虚心接受林先生的建议，把公司带回正轨。韩瑞安摆摆手，商场如战场，起起落落很正常，关键是能否及时纠正错误。我相信在林修远的帮助下，卓越科技会找回当年的创新精神。林修远被安排坐在爷爷身边，成为晚宴的焦点。众人对他的态度一下子从同事变成了上级。王明辉是少数依然自然对待他的人，趁着敬酒的机会悄悄问道：兄弟，早知道你是卧底，我就不跟你说那么多公司坏话了。林修远微笑，你说的都是实话，这也是我尊重你的原因，真诚永远比奉承更可贵。王明辉感动的点头，不管你什么身份，你永远是我兄弟。林修远与他碰杯，等公司改革成功，你一定会得到应有的重用，你的能力我最清楚。肖雨薇没有出席晚宴，据说已经请假回家休息，无法面对如此巨大的打击。第二天，公司召开紧急高层会议，宣布了一系列重大决定。肖雨薇被免去所有管理职务，调任市场研究员，专注于他擅长的数据分析工作。林修远被聘为韩氏集团派驻的特别顾问，负责监督公司改革，直接向董事长和韩瑞安汇报。公司成立管理委员会，
取代原来的集权式决策模式，提高决策透明度和科学性。消息传开，整个公司都沸腾了，大家纷纷向林修远表示祝贺。林顾问，恭喜啊！早就看出你不是普通人。之前对他爱答不理的同事，现在热情洋溢。林总，以后公司就靠你指点迷津了，有空一起吃饭啊！曾经的领导也放低姿态。林修远一一礼貌回应，但内心明白这些只是人情世故，并不值得太过在意。午餐时间，林修远独自一人来到公司附近的咖啡馆，意外遇到了肖雨薇。她憔悴不堪，眼睛红肿，明显哭过。看到林修远，条件反射的想要离开。林修远温和地说：“肖小姐，不介意我坐这里吧？”肖雨薇犹豫片刻，终于点头：“随便你，反正现在你是大人物了，恭喜你，游戏玩得很漂亮。现在满意了吗？”他的声音带着苦涩。林修远摇摇头：“这不是游戏，我只是在做我的工作，评估一家公司的真实价值。如果卓越科技管理得当，我的报告会是正面的，爷爷也会全力投资。”肖雨薇沉默良久：“我不明白，为什么你不直接以韩氏代表的身份来考察？何必伪装成普通员工？这对我们不公平。”林修远轻叹一声：“真相往往藏在细节中，只有亲身融入基层，才能看到被高层掩盖的问题。肖小姐，你有市场洞察力，对数据的敏感度也很高，这些都是难得的优势，只是太过急于证明自己，忽略了团队合作和职业道德，这才是你的短板。”肖雨薇惊讶地看着他：“你不恨我吗？我那么针对你，甚至试图陷害你。”林修远微笑：“商场如战场，没有私人恩怨，只有共同目标。我相信你会从这次挫折中成长，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位置。”肖雨薇红了眼眶：“你知道吗？最让我难过的不是降职，而是所有人都知道我是靠关系上位的。我以为自己足够优秀，能胜任总监职位，现在看来是我高估了自己。”林修远诚恳地说：“每个人都有成长的过程，重要的是能从错误中学习。你的分析能力确实出众，如果能与团队共享功劳，虚心接受建议，未来依然可期。”这次谈话后，肖雨薇的态度有了微妙的变化，她开始认真反思自己的问题。1个月后，在林修远的建议下，公司进行了全面改革，管理更加透明化，业务流程重组，打破部门壁垒，建立了更加高效的跨团队协作机制。韩氏集团最终决定小规模投资卓越科技，并承诺根据改革进展逐步增加投资额。肖雨薇放下傲气，专注于市场研究工作，逐渐找到了自己的价值定位。他的数据分析报告得到了团队的认可，重新获得了一定的话语权。半年后，卓越科技走上正轨，业绩开始回升，员工士气高涨，产品创新提速，市场份额逐步回升，公司重新焕发出生机与活力。林修远的特别顾问任期接近尾声，他开始准备回到韩氏集团工作。临行前，赵天成亲自设宴为他送行：“这半年多亏了你，公司才有今天的转机。韩老的投资对我们至关重要，更重要的是你带来的管理理念和方法论。”林修远微笑：“改变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，我只是提供了一些建议而已。真正的功劳属于执行改革的每一位员工，包括您在内。”赵董，王明辉拍着林修远的肩膀：“兄弟，
下次在卧底来我们公司，记得提前告诉我啊。林修远大笑，哪有那么多卧底任务？以后我们是正式合作伙伴了。你现在是项目总监，要多注意培养团队，别重蹈肖雨薇当初的覆辙。王明辉认真点头，你放心，我最大的优点就是知道自己几斤几两，不会眼高手低。离开公司的那天，林修远回头望了一眼这栋他工作了近1年的大楼。当初他带着使命而来，如今他带着成就而去。车窗外，城市的风景飞快后退，林修远的目光望向远方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